1912年4月14日，被誉为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号在首航途中撞上冰山，2小时40分钟后沉入大西洋。这场灾难夺去了1500多人的生命，成为航海史上最著名的悲剧之一。事后调查发现，泰坦尼克号的设计者和船长过于自信，忽视了北大西洋航道上冰山的威胁。即使在收到其他船只发来的冰山警告后，泰坦尼克号仍然保持高速前进。这种对变化的漠视，最终导致了灾难的发生。这个时代，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变化。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如何在变化中找到机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思维方式。正如爱因斯坦所说，问题无法用创造问题时的思维方式来解决。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卡罗尔·德维科在《终身成长》中提到，决定人与人之间差异的，不是天赋，不是勤奋程度，而是思维模式。一个人的思维层次，就是他的人生上限。今天的内容将为你揭示10种属于强者的思维模式，他们不仅帮助了无数伟大的科学家、企业家和领导者取得成功，也可以帮助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做出更明智的决策。1. 文字思维，拥抱变化的艺术。1912年4月14日，被誉为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号在首航途中撞上冰山，2小时40分钟后沉入大西洋。这场灾难夺去了1500多人的生命，成为航海史上最著名的悲剧之一。事后调查发现，泰坦尼克号的设计者和船长过于自信，忽视了北大西洋航道上冰山的威胁。即使在收到其他船只发来的冰山警告后，泰坦尼克号仍然保持高速前进。这种对变化的漠视，最终导致了灾难的发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自然中的一个微小生命——蚊子。一滴雨的重量大约是一只蚊子的50倍，再加上下落时的加速度，它对于蚊子的冲击力不亚于一辆重型大巴车全速撞到人身上。那为什么下雨天大多数蚊子能够安然无恙呢？美国一位教授用高速摄像机拍下了蚊子在雨中逃生的场景。当雨滴打在蚊子的翅膀和腿部时，蚊子会被向机身内侧倾斜，然后侧身翻滚，让雨滴从身侧滑落。蚊子身上布满了疏水的材料，就像荷叶一样，所以只要伸胳膊腿就能优雅地脱身。而当雨滴直接击中蚊子时，蚊子会先顺应雨滴强大的推力，与之一同下落，随后迅速侧向微调，与雨滴分离并恢复飞行。雨滴再重，蚊子都能逃出升天，就是因为它能随着环境和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应对策略。这也印证了达尔文在进化论中提到的观点：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最快速反应的。英特尔创始人安迪·格鲁夫曾提出过10倍速变化理论，外界变化永远要比我们预料到的快10倍。不信你看，有多少看似稳定的铁饭碗，已经被变化摔了个粉碎？多少曾经风光无限的工作，正在被智能科技所取代？诺基亚曾是全球手机市场的霸主，但它未能及时适应智能手机的浪潮，最终被苹果和三星等公司超越。相比之下， IBM 在个人电脑市场萎缩时，果断转型为服务和云计算公司，实现了华丽转身。时代的潮水奔涌向前，想要立身安稳，不妨学学雨中的蚊子，主动拥抱变化。人只有主动改变自己，才能在不确定中拥有确定性。2. 弹孔思维，看见看不见的真相。1943年，二战正处于最激烈的阶段，美国空军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如何减少轰炸机在执行任务时的损失率。二战时期，哥伦比亚大学有个统计研究小组，负责为美军战士分析数据，制定最优战略。美军不希望自己的飞机被敌军击落，要给飞机外层加盔甲，
但这存在一个矛盾：盔甲覆盖不足，就会导致防御不足；盔甲过多则会影响飞机的灵活性，依然会导致防御不足。如何找到一个最优解呢？在整理各项数据后，军方发现飞机不同部位留有的弹孔的数量不一样。他们认为，如果不能全部加盔甲，那盔甲就应该加在飞机受攻击概率最高的地方。乍听上去好像完全正确，但数学天才亚伯拉罕·瓦尔德却提出了反对意见：盔甲应该加在弹孔最少的地方，也就是飞机的引擎。瓦尔德解释说，从概率上看，飞机各个部位受到攻击的可能性是均等的，但为什么在引擎上留有的弹孔数量远远少于其他的部位呢？他猜测那些消失的弹孔都在未能返航的飞机上。许多飞机在机身被打得千疮百孔时，仍然能够返航，可一旦引擎受损，飞机可能就回不来了。就像是军队医院病房里，腿部中弹的病人比胸部中弹的病人要多得多，这显然不是因为腿部更容易中弹，而是因为胸部中弹的人都死了。普通人只能看见受伤的飞机，但顶级的牛人看见的是消失的弹孔，其差距就在于概率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在商业领域同样适用。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曾说，大多数人看到的是我们成功的产品，但他们没看到的是我们失败的尝试，而这些失败的尝试比成功的产品多得多。拥有概率思维的人往往能做出更正确的决策。投资大师查理·芒格曾将自己投资的智慧比喻为钓鱼。钓鱼的第一条规则是在有鱼的地方钓鱼。钓鱼的第二条规则是，请记住第一条规则。我们这一生所面临的问题，无非三个：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要重复做什么。概率思维让我们明白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事情需要长期做。3. 幻术思维，颠覆常规的解决方案。1940年，英国首相丘吉尔面临着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何在德国空军的猛烈轰炸下保护伦敦。传统的防空措施如高射炮和战斗机拦截效果有限，伦敦每天都有大量平民伤亡。在一次内阁会议上，一位年轻的科学家提出了一个看似疯狂的建议：与其试图击落所有轰炸机，不如欺骗德国人，让他们以为自己的轰炸准确命中了目标。这位科学家建议在伦敦郊外的空地上点燃特制的火焰，模拟被炸毁的建筑和工厂。德国飞行员在夜间看到这些成功的轰炸，就会将炸弹投向这些无人区域，而非伦敦市中心。这个计划被命名为灯火行动，它成功地将大量德国炸弹引向了无人区域，挽救了数千伦敦市民的生命。丘吉尔后来评价说，有时候最好的防御不是抵抗，而是引导。这种颠覆常规思维的例子在历史上比比皆是。20世纪90年代，大英图书馆要从伦敦的旧馆搬迁到圣潘克拉斯新馆区。旧馆藏书有1300多万册，据估算搬家费高达350万英镑。如果你是馆长，能想到什么办法降低工程预算？雇佣更便宜的工人，降低运输成本。但在巨大的工程量面前，种种方案似乎都是杯水车薪。拥有顶级思维的人是怎么做的呢？一位年轻的图书管理员找到馆长，对他说：“我有办法，而且只要给我150万英镑就可以了。”第二天，年轻人在报纸上刊登出了这样一条消息：自即日起，大英图书馆免费、无限量向广大市民开放借阅，但因图书馆迁址，请借阅者把书还到指定新馆。年轻人将搬书的固有思维转化为还书的思维模式，花了不超过原预算一个零头的成本，就完成了90%的搬迁工作。思维的杠杆就是如此之强大。天才在左，疯子在右中有这样一句话：如果思维是一堵墙，世界就在墙的另一边。这个世界从来没有绝路，能挡住你的只有你的固化思维。
遇到问题走进死胡同的时候，不妨掉个头，说不定就能走到柳暗花明处。4. 灯塔思维，长远目标的指引力。1961年5月25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国会发表了著名的登月演讲。我相信这个国家应该致力于在这个10年结束之前，实现让一个人登上月球并安全返回地球的目标。当时，美国的太空技术远远落后于苏联。苏联已经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并且将第一个宇航员送入太空。许多人认为肯尼迪的目标过于宏大，几乎不可能实现。然而，这个明确而宏伟的目标像灯塔一样，指引着美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方向。NASA 的每一项决策、每一分预算、每一次技术突破，都是围绕着这个终极目标展开的。1969年7月20日，阿波罗11号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成功登上月球，实现了肯尼迪的承诺。这一壮举不仅证明了明确目标的重要性，也展示了长远规划的力量。美国畅销书作家迈克尔·西蒙斯曾花了5年时间研究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企业家。他发现这些出类拔萃的创业者在看待问题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他们基于4维视角来看待世界，而大部分人都停留在1维视角。1维视角的人目光局限于特定的专业领域，4维视角的人能从过去到未来，跨越几百年去思考问题。1维视角的人追求短期利益，4维视角的人更看重远期的收益。比如亚马逊的创始人贝索斯，为了一些可能失败或者需要7年以上时间才有回报的实验，愿意持续进行数十亿美元的投资。比如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董事长巴菲特，只投资于他认为自己可以投资几十年的公司。软银集团创始人孙正义曾经问过下属一个问题：为什么大部分人难以取得巨大的成功？下属茫然。孙正义在纸上画了一座山，在山脚下画了一个圆，又在山顶上画一个圆，并在山顶上标上“理想”2字。理想就是一座灯塔，循着目标向前，你的耐心就会更好，你会更从容、更坚定。一时的成功不会让你迷失，短暂的失败也不会让你感到恐惧。所以不要高估1年的积累，也不要低估10年的改变。永远做正确的事情，剩下的时间会给你答案。5. 上游思维。腾讯公司副总裁谢小虎分享了这样一个故事：他原来在谷歌的时候，负责提升从搜索到广告转化的成功率。一次，公司的业务团队发现中国用户的转化率偏低，就对他所在的技术部门提出需求，把广告字体变大一些，背景色调得更醒目一些。他们没有直接调整，而是询问这么做想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沟通之后才知道，业务部门是想提升转化率。经过调查，他们发现当年国内的门户网站顶端常常放一堆密密麻麻的图片，中国用户打开网页，上面的根本不看，直接看下面，而谷歌广告的展示位刚好在最顶部。后来他们把广告调到最下面，转化率就提起来了。顶级的工程师解决问题，不只关注代码，更能看到代码背后的人的需求，这就是典型的上游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在医疗领域同样适用。美国心脏病专家迪恩·奥尼什博士发现，传统医学往往只关注症状治疗，比如通过手术和药物来治疗心脏病。但他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观点：为什么不从源头上预防心脏病呢？奥尼什博士通过研究发现，生活方式的改变，包括健康饮食、适度运动、压力管理和社会支持，不仅可以预防心脏病，还能逆转已经存在的冠状动脉疾病。这种上游思维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心脏病的认识和治疗方法。麦肯锡图表思考法中也提到一个工作原则：不要打地鼠。解决问题不能像打地鼠一样，哪里冒出来就把它打下去，这样问题永远也解决不完，
也永远也无法真正的把问题给解决掉。遇到问题，普通的人改变结果，优秀的人改变原因，顶尖高手改变思维。追本溯源，着眼全局，找到问题的关键节点，方能一击制胜。6. 懒蚂蚁思维。懒蚂蚁效应告诉我们，真正的效率不在于忙碌，而在于战略性的分配时间和精力。这一原理在人类社会中同样适用。谷歌公司曾有一项著名的20%时间政策，允许工程师将20%的工作时间用于自己感兴趣的项目。这看起来似乎会降低效率，但实际上 Gmail、谷歌地图等许多革命性产品都是在这20%的懒惰时间里诞生的。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也是懒蚂蚁思维的实践者。他曾说过：“我总是选择懒惰的人来做困难的工作，因为懒惰的人会找到简单的方法去做。”这句话的背后是对效率的深刻理解。真正的效率不是做更多的事，而是找到最简单、最直接的解决方案。在个人发展中，我们也应该学会懒蚂蚁思维，不要把所有时间都花在执行上，要留出时间思考、学习和探索。正如亚马逊 CEO 贝索斯所说：“在我的日程表上，我最重要的会议是思考时间。那些没有具体议程的时间段，我可以自由思考和探索新想法。” 7. 场域思维。场域思维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组织和社会。硅谷之所以能成为全球创新的中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创造了一个鼓励冒险、宽容失败、促进合作的场域。在这样的环境中，创新几乎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相比之下，许多传统企业之所以难以创新，往往是因为他们的组织场域充满了对失败的惩罚、对冒险的意志和对变革的抵触。正如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所说：“文化会吃战略做早餐。”再好的创新战略，如果没有相应的文化场域支持，也难以落地。场域思维还告诉我们，改变自己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改变自己所处的环境。想要戒掉手机瘾，与其依靠意志力，不如把手机放在看不见的地方。想要养成阅读习惯，与其强迫自己，不如在家里各处放上书籍，创造一个阅读友好的环境。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伊在研究心流状态时发现，环境对人的心理状态有着深远的影响。一个设计良好的工作环境可以自然而然地引导人进入专注和高效的状态，而一个充满干扰的环境则会不断打断人的思维。人是环境的产物，改变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永远把自己置于能滋养自己的环境中。想要提高专注力，就尽量给自己营造无人打扰的环境，学会屏蔽纷扰。想要提升认知力，就请卸载低密度、低质量的短视频软件，咀嚼经典读物。想要心态积极，就要远离让你焦虑的东西，少和人纠缠，多看大自然。如果你对自己的现状不满，那就从换个环境开始改变自己，就现在。正如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所说，如果你想了解一个人，不要去分析他的内心，而要去观察他所处的环境。8. 边际思维。1954年，罗杰·班尼斯特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在1英里跑步比赛中突破4分钟大关的人，他的成绩是3分59秒4。在此之前，4分钟被认为是人类生理极限。许多专家甚至警告说，突破这一极限可能导致心脏爆裂。然而，班尼斯特打破纪录后的46天内，澳大利亚选手约翰·兰迪也跑进了4分钟。接下来的1年里，又有16人突破了这一不可能的极限。今天，优秀的高中生都能跑进4分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有时候，突破并不需要彻底的革命，只需要一点点的边际改进。班尼斯特并没有使用什么革命性的训练方法，他只是在传统训练的基础上加入了间歇训练，并且更加注重心理准备。
这些微小的改变，最终帮助他突破了看似不可逾越的障碍。边际思维就是关注那些看似微小但能带来显著效果的改变。它告诉我们，进步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过持续的小改进积累而成的。在商业领域，亚马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对边际思维的运用。亚马逊网站的每一个细节，从页面加载速度到推荐算法，都经过精心优化。贝索斯曾说：“我们不赚大钱，我们赚小钱，但我们赚很多次小钱。”这种对边际效益的关注，最终使亚马逊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电商平台。丰田汽车公司的精益生产理念也是边际思维的典范。丰田不追求一次性的大改革，而是鼓励员工提出改善，那些能够稍微提高效率或质量的小建议。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改进，累积起来却带来了巨大的竞争优势。在个人成长中，边际思维同样重要。许多人之所以无法坚持健身，是因为他们设定了过高的目标，如每天跑10公里。而边际思维会建议从每天跑5分钟开始，然后逐渐增加。这种渐进式的方法更容易形成习惯，最终达到理想的状态。著名的复利效应也是边际思维的体现。如果你每天只比昨天进步1%，1年后你将比现在强37倍。相反，如果你每天退步1%，1年后你将只剩下现在的3%。这就是微小变化长期累积的力量。边际思维告诉我们，不要低估小改变的力量。正如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理查德·费曼所说，科学的进步不是通过尤里卡时刻实现的，而是通过一系列微小的发现逐渐积累而成的。在面对复杂问题时，不要总想着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而是找到那个能带来最大边际收益的切入点，然后逐步改进。这种思维方式往往能帮助我们在看似不可能的任务面前找到突破口。9. 逆向思维。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总统肯尼迪面临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何在不引发核战争的情况下，让苏联从古巴撤走导弹。传统思维是直接施压、威胁或攻击，但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提出了一个逆向思考：如果我们是赫鲁晓夫，我们会需要什么才能体面地撤军？这种换位思考让美国决策者意识到，苏联领导人需要的是一个不失面子的退路。最终，美国秘密承诺撤走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作为苏联撤走古巴导弹的交换条件。这一逆向思维的应用，成功避免了可能的核战争灾难。逆向思维就是从结果出发，反向推导解决方案的思考方式。亚马逊有一个著名的倒推工作法，他们先写新闻稿，然后再开发产品。贝索斯认为，如果你无法写出一份令人兴奋的新闻稿，那么这个产品可能根本不值得开发。在投资领域，查理·芒格也是逆向思维的大师。他说：“我想知道我会在哪里死去，这样我就永远不会去那里。”这种避免犯错的思维方式，让他和巴菲特成功规避了无数投资陷阱。生活中，我们常常陷入正向思维的局限，想要成功就要做什么？但逆向思维会问，要避免失败，不要做什么？哈佛大学教授克莱顿·克里斯滕森曾做过一项研究，他发现许多成功人士在职业生涯的巅峰时期，私人生活却一团糟。于是他采用逆向思维，不是问如何成功，而是问如何避免失败，最终得出了一个简单但深刻的结论：明确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并在日常决策中坚持这些价值观。逆向思维还能帮助我们突破思维定式。比如，我们常常问如何提高工作效率，但逆向思考会问什么让我们效率低下。通过消除干扰因素，我们往往能比直接追求效率获得更好的结果。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曾说，天才之所以为天才，不是因为他们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而是因为他们能看到别人也能看到但忽略了的东西。逆向思维正是这样一种能力，它让我们跳出常规思路，看到被大多数人忽略的解决方案。下次当你面临棘手问题时，不妨试试逆向思考，不是问我想要什么，而是问我不想要什么；不是问如何成功，而是问如何避免失败。这种思维方式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突破。原认知思维。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在与周恩来总理会面时，尼克松问道：“您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是什么？”周恩来思考片刻后回答：“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这个回答让尼克松和在场的美国记者们大为惊讶，他们以为周恩来在谈论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而实际上，周恩来可能指的是1968年的法国学生运动，当时被称为法国五月风暴。无论周恩来指的是哪次革命，这个故事都展示了一种罕见的思维能力——原认知思维，对自己思考过程的思考。周恩来没有急于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而是首先思考了这个问题本身的时间维度和复杂性。原认知思维就是思考如何思考的能力，它包括对自己思维过程的觉察、监控和调整。拥有强大原认知能力的人，能够识别自己的思维盲点，跳出思维定式，并根据不同情境调整思考方式。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一书中，将人类的思维系统分为系统一快速、自动、情感化的思考和系统二缓慢、费力、逻辑化的思考。原认知思维的核心就是能够意识到何时应该使用系统一，何时应该启动系统二，以及如何在两者之间切换。在商业领域，原认知思维尤为重要。通用电气前 CEO 杰克·韦尔奇曾说，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最重要的不是知道所有答案，而是知道哪些问题值得问。这种对问题本身的思考，正是原认知思维的体现。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每年都会安排思考周，一段完全独处的时间，用来反思过去的决策，并思考未来的方向。这种定期的原认知练习，帮助他保持了战略思维的清晰和敏锐。在个人学习中，原认知思维同样关键。研究表明，那些学习效果最好的学生，往往不是智商最高的，而是最了解自己学习方式的。他们知道什么时候需要放慢速度，什么时候可以加快，什么内容需要反复练习，什么内容只需要理解概念。思维的力量远超我们的想象。当我们面临挑战时，改变思维方式往往比改变行动更为重要。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说，我们思想的界限就是我们世界的界限。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你也不妨订阅、分享及在下方留言。下个视频见。